好，我是东东。这一期的视频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在小猫故事发生之前，但是因为在上一期的小黑猫黑珍珠它和我相遇，包括它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都发生的比较快，所以说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就先把小黑猫的故事给剪出来了。在离开武汉以后，我的下一站的主要目的地是湖北省宜昌市，但是我中间因为行程比较远，所以我在湖北仙桃市停留了一晚。因为这天也比较热，所以为了避暑加上停车，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小酒店住了一晚。在湖北省仙桃市，晚上来吃个夜市，一份炒面8块钱，小龙虾这么大一碗是15块钱。烧烤，这边烧烤价格说实话真不算特别便宜。离开仙桃市，接着我要开车前往宜昌市。我现在到了长江边上的灯塔公园，这个地方就临着长江，前面还有一个灯塔，而且停车特别便宜。这样的话，我停一晚只需要12块钱，就相当于12块钱拥有了江景房。灯塔广场位于宜昌市萧亭区的长江边，由磨盘溪老旧码头改造而来，因此在广场里能看到一些大型的码头设备。在灯塔旁的江里应该是一块锚地，有很多江轮抛锚在这里休息。我现在来到了宜昌市的灯塔公园，灯塔公园在长江的边上。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灯塔公园，挺好看的，说实话，而且在这边还有晚霞。我在这个灯塔广场转的时候，发现这个雕塑还挺有意思的，我走近看一下。这个雕塑在远处看起来的时候特别像一个玻璃，但是走近以后才发现，其实这是由无数个这种的大型的塑料水桶组成的。从近处往里面看还挺壮观的，都是这种塑料水桶。但是在外面看的话，它这种质感，尤其是在灯光的照射下，还是蛮出效果的。我现在在湖北宜昌市，然后现在，我在大街上打算去长江边转一转，看看这边的江景。这边的街头感觉还是挺好看的，尤其是今天太阳也不错。然后我走在这个路上，感觉到这种城市的风格有一点像是我之前去的重庆。现在我已经到了江边，哇，这边太阳有点刺眼。长江的风景真是太不错了。走吧，那现在我们一起在长江边上溜达溜达。
据说在几年前，有关部门开始保护长江的生态环境，沿江的工厂基本都搬离到了离长江有一定位置的地方，并且改造了生态排污装置。也因此，我在江边的时候才能看到清澈的江水和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长江边坐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太阳已经落下山了。我也在江边拍了一段时间的落日的岩石。随着夜幕的降临，微微的凉风吹拂着缓流而下的江水，一直到江边乘凉和散步的市民身上。宜昌市围绕着长江沿岸建设了非常美丽的滨江生态带。我像当地人一般，沿着江边缓行，感受着这座江边小城惬意又慵懒的初夏夜晚。今天比较热，所以我是在宜昌市订了一个酒店，这样的话，晚上睡得会更舒服一些。另外，我明天还报了2坝一峡的这个游船，所以说我需要早起。那么订酒店另外一个好处是我的车可以有地方放。如果说我要随便找一个地方的话，那来往这个游客中心的距离就是比较麻烦的。那么我现在在回酒店的路上，其实我有一点想吃西瓜，但是我又怕我一个人吃不完。我先去看看有没有卖那种小西瓜，如果有的话，那我就去买一个小西瓜，当做今晚的晚饭。老板，这西瓜怎么卖啊？大概这个无籽的5块，本地青花3块5，都是5斤左右的。如果我一个人吃不完的话，能一半吗？只能整个买。这个就4斤多。我现在已经回酒店了，今天还真是挺热的，所以说住宾馆也是一个挺明智的决定。而我刚才在下面呢也遇到了这个水果摊，我买了今晚的晚饭，就是这个大西瓜。现在是5月18号吧，应该是早上7点钟，我很早就起来了，因为我今天报名了2坝一峡的游船。所以我现在要骑着共享单车，先去游客中心等待坐车。前方100米右转，进入沿江大道。三峡大坝，然后我将再坐船从上面再坐下来，就是车去船回。因为在高中学地理的时候就听说过三峡大坝是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所以一直想来看一看。到达宜昌以后，我在游客中心报了一个1日游，花费258元。
前面就是三峡大坝的升船闸，在三峡大坝，导游说有这么一句话：小船坐楼梯，大船坐电梯。前面的这个就是小船所坐的楼梯穿闸。那他们这个起到这个作用是干什么呢？它是冲沙和泄洪的作用。所以来到大坝以后，我们要记住的第一句话它出来了，它是中间是泄洪的，两边是发电的。可是三峡大坝在泄洪的时候，这个船它如何去区分冲航和发电区域呢？所以在整个中国的修为角人工河流一线的位置呢，这个地方是下游的河流区，上游没有一条，上游在这个位置。但是如果上游一旦水位超过145米以上的时候，我现在仍然在三峡大坝，然后正在步行前往185平台。如果你想步行的话，也可以就花10块钱买电动车。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年轻力壮的，走2步吧，这10块钱拿一半，买瓶可乐还能省5块钱呢。我现在继续往前走，而且我发现这个距离感觉不是特别远，也不会特别累。现在在江的对面，好像就是秭归县城。刚才听导游讲，这个秭归县好像是当年在建长江这个三峡大坝的时候，然后把183米以下的村民都给迁到这个新的县城里面来了。他们原来的旧房子应该就是被淹没了，给大家看一下。前面就是三峡大坝，这应该我现在有可能处在上游，大坝那边就是下游。整个天气雾蒙蒙的，导游说一年300多天，能有200多天是这种状态。然后底下还有景德码头，那边应该就到了船闸。我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有船在排队，等着过船闸。三峡大坝全称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内的宜昌市夷陵区3斗坪，并和其下游38千米的葛洲坝水电站形成梯级调度电站。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水坝。据说三峡大坝的建设耗资1800多亿人民币，横跨长江，长度2335米，高度181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围起来的三峡水库总容量为393亿立方米，目前由长江三峡集团和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吃过简餐后，我们在3斗坪的码头登上了三峡邮轮。邮轮分为3层，其中第2、第3层环境位置比较好的区域都需要另外消费几十上百元才可以享受。好在邮轮2层前部和尾部的甲板是面向大家免费开放的。我在尾部甲板找好位置以后，便坐下来慢慢欣赏长江两岸三峡险峻的景色。长江三峡又名峡江或大三峡，位于中国重庆市和湖北省境内的长江干流上，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京关，全长193公里，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我坐船经过的这一段两岸险峻的峡就是西陵峡。西陵峡因宜昌市的西陵山而得名。西起湖北省秭归县西的湘西口，东至宜昌的南京关，全长76公里。
历史上以其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是长江三峡中最长的峡谷。航行约2个小时后，游船便抵达了葛洲坝船闸。游船先是慢慢地驶进船闸，然后闸门缓缓地关上。随着水位的逐渐降低，游船就降到了船闸另一侧水位的高度。最后，另一侧的闸门开启，游船再慢慢地驶出。一日游的第2天，我穿过跨江大桥离开宜昌，然后继续西行，途经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后抵达重庆。在驶出宜昌后，我明显地感觉到盘山公路的增多。我看了一眼地图后才发现，我已经进入了巫山山脉。从地理学上来讲，我也算是跨过了较为平缓的第3阶梯，开始进入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为分界线的第2阶梯的旅程中。我现在在宜昌市通往恩施市的路上，现在我遇到了318国道第1314公里的界碑，或者说是路碑，上面写满了蛮多人的名字，不过我觉得不太文雅，算了，我就不写了，就在这儿留个影，代表我也来过了吧。这边环境特别好，有2边的山，然后这边是个驿站，有交通厕所，可以简单的驻车休息，或者说是上个厕所。我还有50公里左右就会到达恩施土家族自治州，远处是一片群山，我有可能就是在山的那头，或者是这头，或者是那头，反正是不知道哪个山头一路翻过来的。今天翻了1天的山，然后休息一下，继续今晚打算住在恩施。后面在重庆发生的故事就如片头所说，我已经提前剪辑发布了。如果没有看过，那你可以看一下我的上一个视频。在重庆停留几日后，截止现在视频发布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了成都。因为从成都出发后，我就将开始我的318川藏南线的旅程，所以我会在成都停留几日。一是购买一些进藏的物品，比如说食物、氧气等等；第二是对车辆我要进行一个安全检查和整备，争取让大金杯以一个健康的体魄迎接接下来高原的体验。在成都找了一家天猫养车，然后把车开进去，让师傅帮我安全检查。从杭州改装完，一直跑回山东，再从山东跑到安徽宣城，然后开始我的318旅程。大金杯从上一次整备到现在也是跑了接近有3000多公里。这一路上其实除了在安徽大渡口镇的时候，我给它换了一个球头和加了一些黄油润滑，其他基本路上还是开的比较 OK 的。这次检查，师傅说大金杯基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加了一些易耗品，比如说防冻液，然后简单的用清洗剂清洗了一下发动机舱的油污。希望接下来的318旅程，大金杯能够继续任劳任怨的默默奋进。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你的关注、点赞、评论是我更新视频最大的动力。如果你想跟着我一起探索未知的风景，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跟我一块玩去吧。